而黑魔王伏地魔的演员雷夫·范恩斯快到了他60岁的生日。作为一个年近花甲的男人，他却仍然保持着惊人的颜值，一举一动仍然散发着该死的魅力。回顾他饰演过的多个角色，每一个都有着不同的光辉，但相同的是，即使模糊画质也挡不住的美貌。也许有很多人第一次接触雷夫·范恩斯，就是《哈利波特》中的黑魔王伏地魔。伏地魔因为执着于魂器而完全毁容，为了展现出他的邪恶与惊悚，电影中更是按照原著描述，将他呈现为没头发、没鼻子的苍白面容。在电影片场，甚至有小孩子在第一次见到他的扮相的时候吓到哭出来，这个造型太深入人心，以至于让很多人看到雷夫·范恩斯真容的时候会发出一声惊叹，这也太浪费演员的美貌了。为了塑造好这个人物，雷夫几次和罗琳商讨这个角色背后的悲剧内核。他调整了自己说话的声音乃至走路的姿势，就连拿魔杖的方式也特意设计出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细节，甚至于不必开口，仅只是从眼神之中就能够看出他的邪恶与阴冷。因为雷夫的出色表演，有很多人都将伏地魔评为最能够在电影史上留名的大反派。不过其实在一开始，雷夫刚接到伏地魔角色的邀约的时候，他差点就拒绝了。当时哈利波特已经火遍全球，电影已经拍摄到了第4部，可雷夫奇不感兴趣，他从来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小说也没有读过，所以即使很多英国演员都想参与到哈利波特系列的演出中，雷夫却没答应。那个时候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想这并不适合，所以我愚蠢的没有答应，十分犹豫不决。但他还是找到自己的妹妹玛莎·范恩斯商量一下这个事情，这就要说到雷夫的家庭了。雷夫·范恩斯出生在英国一个贵族世家，和查尔斯王子也沾亲带故，隔了8代。而他们兄妹6人中有5人都在演艺圈中工作，雷夫是老大，自然不必说。他毕业于英国皇家戏剧学院，演莎翁话剧出身，是标准的英国电影学院派的实力派成员。排行第2的是妹妹玛莎·范恩斯，是一位电影导演、作家和制片人。排行第3的是弟弟马格纳斯，是一位作曲家。排行第4的妹妹苏菲亚也是制片人，指导过电影，现在则投身于纪录片创作。排行第5的弟弟约瑟夫和哥哥一样也是演员，演过《恋爱中的莎士比亚》，在《使女的故事》中饰演过沃特福德大教主。只有最小的弟弟雅各布没有进入演艺行业，是一位猎场看守。因为一大家子都在影视圈工作，范恩斯一家在工作上也常常相互帮助。雷夫主演过妹妹玛莎的电影，玛莎也曾让作曲家弟弟为自己写过主题曲。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兄弟姐妹都会相互商量。而雷夫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他就找到了妹妹玛莎商量这件事情。妹妹玛莎表现得异常坚定，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必须去演。雷夫没有子女，但玛莎拥有2个儿子1个女儿，她的3个孩子都是哈利波特的忠实粉丝，所以一听到雷夫接到了伏地魔的邀约，立刻是逼迫他接下来。无论你之前塑造过多少优秀的反派角色，这个角色你一定不能错过。而雷夫果然也用精湛的演技将伏地魔完美展现出来，甚至成为电影史上留名的反派。不过作为反派专业户，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受到这样的赞誉了，可能是他的角色过于经典，观众早已忘了。真实生活中的他曾经也是一个面容清秀的小鲜肉。1993年刚刚进入演艺圈2年的雷夫，接到了名导演斯皮尔伯格的大制作《辛德勒的名单》。在这部电影中，他饰演了狂暴残忍的纳粹军官阿蒙戈斯，而他将这名军官的复杂性完全饰演出来。他冷酷无情，对于他人毫无怜悯之心，视生命如蝼蚁，而对于犹太女孩海伦，他却是矛盾的。在一段对手戏中，他反复质问他什么才是正确的答案，每一次提问也是一次对自己的拷问，折射出他自己内心的彷徨。
他无法接受自己对于犹太人产生的爱意，因此爱变为痛苦，又转为加倍的残暴不忍。他的塑造让这个杀人如麻的纳粹军官不再是一个符号化的反派，他本应让人恨之入骨，但雷夫的表演流露出的矛盾与扭曲，让人看到的时候也体会到了这个角色背后深刻的悲哀，甚至为他叹息。他出色的演技让他获得了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男配角奖和奥斯卡最佳男配角提名，也让他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1996年，他饰演了爱情片《英伦情人》中一个因为受伤而失去记忆的机师，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管他叫做那个英伦情人。在这部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中，他狂热地恋上了朋友的妻子，贝德的爱意如同火焰一般折磨着他，而他将这种激烈震荡到随时可能如同火山爆发一样的感情又重新酝酿成为了带着隐忍克制之感的情谊。无需太大的动作，仅仅只靠着细微的肢体语言就能感受到角色的感情。他凭借这个角色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和金球奖最佳男主。2002年，他参演了《沉默的羔羊》的前传《红龙》，饰演变态连环杀手牙仙。从小在辱骂嘲讽中长大的他，立志要成为一个用征服和凌辱去改造别人灵魂的上位者，而雷夫的表演将他的偏激也尽情表现出来。2005年，他在《英国病人》中扮演了内向坚韧的贾斯汀，而在4部哈利波特电影后，他又接到了007系列的角色 M 先生。从空降危机到幽灵党再到无暇赴死，他不是永远帅气逼人的主角詹姆斯邦德，但是有限的出场中依然给人们无限遐想的空间。此外，在2014年的电影《布达佩斯大酒店》中，雷夫还饰演了一个更加有突破性的角色——布达佩斯大酒店的经理古斯塔夫。古斯塔夫和他之前饰演的角色截然不同，他是一个爱财如命的经理，他风流成性，却仍然保留着旧派的贵族情怀，对于酒店的服务要求苛刻，一丝不苟。他守着一个已经逐渐消逝的过时规则，但却仍然保留着热忱，在关键时刻会站出来成为英雄。这个人物复杂的多面性让他再次获得了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最佳男主角提名。作为英国演员的中流砥柱，雷夫一直保留着一些属于电影学院派的传统。他一直认为表演才是一切的根本，在他的表演下，每一个角色都真实而动人。这些由他饰演的角色虽然有着相似的面孔，却完全不相同，每一个都非常具有辨识度，而雷夫·范恩斯自己却隐没在了角色背后。当然，他也不是那种世界与他无关的戏痴，现实中的他也是有情有义。雷夫·范恩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针对罗琳的辱骂是令人作呕的，糟透了。在谈及罗琳因其对跨性别群体的观点而遭受不公对待时，范恩斯先是赞赏了罗琳的才华，称罗琳写的这些书意在传达如何成为一个更好、更强大、更以道德为中心的人。他直言，针对他的口头暴力令人作呕，糟透了。随后，范恩斯补充说，他理解有些人对罗琳关于女性发表的言论感到愤怒，但是不认同那些过激的行为。消息出来后，不少网友感叹，哈利波特电影里的反派在现实中反而都是正常人。2020年时，英国实行了一个跨性别政策，其中有一条写的是，就算没有做变性手术的人，只要认定自己是异性，依旧可以被认定为跨性别异性。一位名叫玛雅的英国女性认为这会侵犯女性的性别空间，她难以想象跨性别女性进入女厕所、浴室的场景，因为极力反对，结果她丢了工作。J.K. 罗琳为此公开为玛雅打抱不平，写到女性只因为坚持生理性别是真实存在的，就要被开除吗？并在推文上加上我支持玛雅的标签。此文一出，迅速遭到了外国一些网友的反对，斥责他伤害了跨性别者，就连他的一些书粉也脱粉回踩。但是 J.K. 罗琳并没有因此退缩，反而在2020年6月评论了一篇名为《未来月经的人创造一个更公平的后新冠时代》的文章，对来月经的人们这个说法进行了嘲讽。
意在暗讽现在的政治正确到连女人2个字都不敢直说。这个言论直接引发舆论的腥风血雨，就连哈利波特的主演们都站出来开撕 J.K. 罗琳。哈利波特丹尼尔·雷特克里斯夫向书迷道歉，称跨性别女性也是女性，社会应该更支持跨性别和第三性族群。荣恩·鲁伯特·格林特也发声，称男跨女就是女人，女跨男就是男人，我们都应该生活在爱里，没理由被他人指责和批判。还有邱章、金妮、鲁娜等一众哈利波特角色的扮演者都出来表示反对，几乎所有哈利波特的演员都站在了 J.K. 罗琳的对立面。而反对阵营里最旗帜鲜明而引人注目的，还要当属妙丽的扮演者艾玛·华森。他先是晒了一张自己穿着跨性别 T 恤的照片，并配文跨性别者的权利就是人权。这张图也是众多哈迷用作反对 J.K. 罗琳支持跨性别者的图片。随后还连发数条推文，表示自己对跨性别者的爱与支持。现在饰演伏地魔演员的他却再度力挺 J.K. 罗琳。哈利波特一众主演反对和斥责罗琳，反而是饰演最大反派的演员力挺罗琳到底。难怪网友会觉得饰演反派的演员反而更有情有义了。从话剧到电影，从黑白到彩色，几十年间，雷夫·范恩斯一直在将那些本属于另一个世界、本属于想象之中的人物带到人们面前。也感谢他的精湛演技，让我们能够隔着屏幕体会到另一重人生之间的悲喜。如今他快60岁了，但仍然没有息影的计划，不掺和和影视外的破事儿，兢兢业业地为人们奉上更精彩的演技，也期待雷夫未来的作品。最后，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别忘了按个赞，或是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感谢您的鼓励，我们下期再见。